苦等5年的饥饿站台2震撼来袭，第2部的故事将更加残酷和无情。333层真的就是监狱坑的最底层了吗？0层之上是否还有更高的阶层？如何才能打破监狱坑的制度？饥饿站台2也许能为您揭晓更多答案。现在监狱里已经制定了一套食物律法，每个人进监狱前都要报备一下自己喜欢吃什么，此后每一天就只能吃报备的东西。如果你的食物不幸被上层人吃掉了，那你今天就没得吃。Bárbaros los del 21 que se han comido. Creo que como mínimo tengo derecho a comer. Tú tienes derecho a que nosotros los leales protejamos tu plato. Sí. 监狱分成了忠诚派和野蛮派，忠诚派严格遵守食物律法，野蛮派则随心所欲，想吃就吃。光头被分到24层，他的食物被21层的吃了，可有忠诚派与室友不断劝说，他最终还是乖乖放下了别人的食物。不过就算他遵守了规则，下面依旧有很多人不会遵守，才传递到44层，通信链就彻底断掉了。上面的所有人都不清楚食物有没有公平分配下去，这说明44层往下出现了野蛮人。监狱坑总共有333层，才几十层就出现了野蛮人，100层以下的人根本别想吃到东西。好在忠诚派想到了一个办法，既然野蛮人是从21层开始，那明天19和20层的人就跟随食物台降到21层，以此来保卫光头的食物。同理，42层和43层的也会去往44层。第2天中午刚到12点，忠诚派和野蛮派的战斗便打响了。一层只有2个犯人，按理说19和20层的4个人对上21层的2个人轻而易举，谁知21层的战斗力那么强，竟然杀到了22层。23层的忠诚派见势不妙，赶紧让光头他们准备武器，因为21层的野蛮人将会一层层的厮杀下去。着火的人遭到了监狱规则的惩罚，监狱要求食物当场吃下，不能偷留，一旦违反规定就会触发冰或火。齐刘海赶紧拿着床单上去灭火，而23层的忠诚派还在与21层的野蛮人战斗着。光头被这一幕惊得傻站着不动，直到食物台继续往下，他才感到刺骨的凉意袭来。刚才打斗时他们这层掉落了不少食物，如果不全部丢下去，他们就会被冷气冻死。齐刘海与忠诚派忙得不可开交，把食物处理干净后，他们又急着捆绑捉拿到的野蛮派。这时候光头总算回过神来了，他指责忠诚派做事太过偏激，既然上面的人吃了别人的食物，那下面的人也吃别人的食物不就好了吗？何至于闹成现在这个样子？忠诚派反驳光头什么也不懂，如果大家都不遵守规则，那100层下面的人全都得饿死。别以为自己现在处于20多层就安全了，这监狱每30天更换一次犯人位置，也许下一次光头和齐刘海就会出现在最底层，那时候光头还会像现在这么想吗？果然1个月后，光头和齐刘海一觉睡醒就到了180层，这个位置别说吃的，就连舔盘子都是奢望。西班牙最新惊悚电影《饥饿站台2》重磅来袭，333层的监狱全靠一个食台传送食物，最上面的犯人肆意挥霍食物，最下层的犯人就只能饿肚子。自从光头和齐刘海被分来180层后，2人就再也没有吃过东西了。光头饿得天天睡觉消耗脂肪，齐刘海则在煎熬地数着时间。虽然野蛮派的人在上面大吃大喝，但还有忠诚派的拼死守护着大家的食物。熬到第3天时，齐刘海听说忠诚派已经杀到了168层，但168和169的野蛮派太过厉害，忠诚派刚刚杀到那里就失败了。听到这话，光头更加绝望。他们之前在24层时，上层人都是忠诚派，逼得他们不得不遵守食物律法，可现在他们来到180层，上面的人却一大半都是野蛮派的。光头实在撑不下去了，于是他在一个夜晚点火自焚，只为不做一个饿死鬼。下层的人看到光头掉下来，竟然扯着床单去接他的尸体，他们饿得已经顾不上这是人肉，只想要立马有口吃的。光头的娇躯伴随着火焰一路往下，最后只留下零星的火花证明他懒惰。光头死后，齐刘海重新被分配到51层，这个位置再也不会挨了。他换了一个新室友，上面的邻居也全是忠诚派的。听说54层出现了野蛮人，齐刘海便准备跟随新室友去报仇。他们无比憎恨野蛮人，因为他们都在最底层待过。虽然忠诚派领导已经选出了对付野蛮人的人选，但第2天齐刘海和新室友还是抄着家伙站上食物台。他们要伸张正义，保护下层人的食物，可他们的做法并不被其他忠诚派理解。每一层都必须留人好通信，不然要是上面哪层出现野蛮派，下面的通信就全断了。然而齐刘海与新室友不管这些，非要去54层找野蛮人战斗。
这种野蛮的厮杀和野兽没什么区别，野蛮人的人数没有忠诚派的多，很快就被大部队给弄死了。但齐刘海与新室友也回不到原本的51层，只能在下面暂时住着。晚上，新室友趁这一层的原住民睡着，悄悄告诉了齐刘海一件事：每个月底监狱都会重置监狱坑，他们用气体让犯人们昏睡过去。如果有犯人能够在那时候保持清醒，就有可能成功逃出这个地方。新室友的话给了齐刘海希望，可他们俩还没能等到月底重置，就先等来了忠诚派的惩罚。他们之前私自离开所在楼层，即使是为了对抗野蛮派，也违反了忠诚派的规矩。忠诚派的领导要给他们一个惩罚。新室友不是第一次违反规则，所以他被判了死刑，而齐刘海因为是初犯，只被判决断掉一只手。新室友被拔光衣服绑在食物台上，下层人饿了那么久，会想方设法吃干净他身上每一块肉。齐刘海被新室友的死彻底打击到，他更换到了72层。这一次的室友是个带着刀的老头。齐刘海从老头那要来了刀，不过他不准备拿去对付野蛮派，而是打算去反抗忠诚派。当忠诚到了极端的境界，和那些野蛮派又有什么区别？利用手上的一丁点权力草菅人命，甚至还不如那些单纯想要抢夺更多食物的人。齐刘海带着老头站上食物台，他开始往下招兵买马。就算往下走遇到了忠诚派的，齐刘海也有办法说服对方更换阵营。齐刘海女主带领所有人一路往下，直到食物台再也站不下人，她才让众人随便找一层休息。众人的目标是反抗忠诚派的护食行为，让监狱变回第一步的上层人吃饭，下层人吃人的世界。可齐刘海的目标不止如此，他要的是找到机会逃离这个鬼地方。每个月底的监狱重置就是他的机会，但在此之前，他得先解决掉忠诚派。忠诚派的领导已经带领手下下来，不过他们停在了齐刘海上面一层，这里进可攻击，退可守时。等到野蛮人们饿得头晕眼花，忠诚派才会开始出手。现场一片混乱，野蛮派和忠诚派殊死大战，每个人都拿着武器拼命攻击敌人。明明同为人类，现在却相互残杀。齐刘海差点被一个忠诚派掐死，可野蛮派却有人躲在床下不敢出手相救。好在齐刘海终于摸到了一旁的刀，这才总算挣脱了束缚。这场战斗一直持续了好几个小时，直到人们一个个倒下，又跟随食物台纷纷坠落，忠诚派与野蛮派的纷争才暂时停息。齐刘海缓缓走向地上的忠诚派领导，这人为了借着律法之名狂揽大权，他是真的想要让所有犯人吃上食物，还是只想让他立于最高的位置呢？齐刘海在这场战役中获得了一幅画，他知道这是他逃生的最后机会。画中的物质可以让他在月底重置时保持清醒，只要他伪装成尸体被送下去，就能知晓最底层究竟是什么样的，监狱的尸体又是如何处理的。330层以下竟然是悬浮空间，这里脱离了地心引力，所以监狱的工作人员可以在半空中拖行尸堆，这里面几乎没有一个活着的犯人。齐刘海趁机逃了出来，他躲进一个缝隙，谁知竟发现对面有个孩子。听说孩子可以被送到监狱最顶层，所以他不顾一切地飘过去找对方。他的头磕出鲜血，血液却也漂浮在空中。齐刘海抱着孩子离开，结果又再次撞了一下，他开始头晕眼花，好在他顽强地撑了下来。齐刘海等到了食物台的降临，并带着孩子往最底层。不知道过了多久，食物台终于停了下来。此时只能看到顶上一丝亮光。齐刘海不知自己身在何处，他看到了很多人朝着他走来，他们闻到了食物的味道，而很显然他就是他们眼中的食物。原来不止他一个人想过逃跑。当初第一部的男主来到最底层送走了那个孩子，可第一部的男主至今都没能逃出去。这座吃人的监狱里只有孩子能活命，但这些孩子被送到顶端之后，也将开始属于他们的食物台。这里是一个新的金字塔，想活命就得爬到最高处去。